我是京都首富之子，却认下贫困资助生的身份。然而没吃过任何苦的我，却吩咐父母不准给我打生活费，只因前世被我资助的贫困生是女友的竹马王金凤。她突然宣布自己是首富之子，把我说成她资助的学生。我不想被人顶替身份，拿出家里转账的生活费自证清白。可没想到王金凤转账记录的钱每笔都比我多10倍，我被扣上了爱慕虚荣、软饭男等罪名，被逼无奈，我想让家里人直接发通知宣告我身份，可一夜之间我家公司全部破产，全家人遭遇车祸离奇惨死。我想要寻求女友的安慰，却看到她埋在王金凤怀里，满脸幸福。金凤，你的系统真好，不仅能赚钱，还能抢走王潇洒的身份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藏着掖着了。我这才明白，一切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系统身上。我愤怒不已，拿着刀去找他俩报仇，却被他们齐力推下阳台摔死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开学介绍这天，王金凤再次冒充我身份。大家好，我叫王金凤，我爸爸是王天霸，妈妈是柳如烟。如前世一样，王金凤再次抛出了我父母的名字。王天霸，这不是丰城的首富吗？虽然没看过他长什么样，但这名字我可听过。难怪王金凤出手大方，这么有钱，原来真是首富之子啊！低调，低调。这一次我没站出来质疑王金凤的身份，可她的脸色无比难看，眼神更是直勾勾看着我，似乎在期待着我反驳。我感到奇怪，她为什么想要我站出来拆穿她？老师同学们鼓掌都有些累了，示意她可以下台，但王金凤眼神放空，像是在跟什么人凭空说话似的。突然她回过神开口了：“老师，下一位就由王潇洒同学上台介绍吧。”从首富之子嘴里听到我的名字，大家都以为我也富二代。王潇洒穿的都是奢侈品，手表还是绿水鬼，估计又是哪个富家公子。是啊，我听人说他第一天上学，竟然有专门的佣人帮他铺床，那时我就觉得他身份不一般了。他是我资助的学生，我想让他接着我先介绍。不是吧？王潇洒是被资助的话，怎么会那么有钱啊？会不会那些东西都是金凤的啊？他送别人装有钱，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人好厚脸皮啊！明明没钱还在这装货，太爱慕虚荣了吧？片刻之间，我明白了王金凤的心思，他想刺激我选择拆穿他，然后他又会拿出相应的证据打脸我。他为什么这么迫切要我打他的脸呢？我家的倒霉就是从拆穿他身份被他反打脸开始的，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关系？我站起身，坦然地坐实了贫困生的身份。我的衣服包包是假货，铺床的是我妈。我虽然贫困生，但有点虚荣心，罪不至死吧？我们班也不是人人大富大贵，班主任和同学见我坦坦荡荡承认，最多觉得我自尊心重了点而已。或许是我接受贫困生身份太过淡然。王金凤眼神错愕，没得到想要的结果，她看我的眼神有些愤怒，像是我破坏了她计划似的。我脑海突然一亮，更加确定我肯定猜对了。下课后，我立即回家跟家里的人讲清楚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不准给我打任何生活费，1分1毫都不行。谁要是打钱给我，我就生谁的气，不再回家了。家人们一开始都不同意，但在我的软磨硬泡下被迫答应。为防止他们心软，我还逼着他们签下了不准给我生活费的保证书。随后，我把所有衣服包包拿到二手店卖了，换成了最普通的几10块衣服。做完后，我将自己卡里的所有钱转给了母亲，只剩下1500的生活费。谁料刚转账成功，电话就响了起来。潇洒，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啊？怎么把钱都转出去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很过分？这可是我们养的共同账户，你全部拿走，怎么能不和我说一声？说是共同账户，但里面的钱全是我的。汤美丽从没往里面存过钱，你要不要点脸？虽然是共同账户，你存了多少钱，自己没点数吗？难不成你把我的钱真当成自己的财产了吧？电话陷入罕见的沉默，他似乎没想到我会说这种话。自从2年前他意外就像溺水的我几乎对他百依百顺，听着我跟吃枪药一样的语气。汤美丽软了语气，潇洒，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怕你没钱花。既然你怕的是我没钱花，赶紧把给你花的钱还给我啊！以后我家里不会给我大额转账了，我正缺钱用呢。汤美丽急了，声音差点破音。那不是你给我花的吗？怎么能讨回去？潇洒，你家里怎么能不给你钱呢？要不然你撒娇，找他们要一要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要你把钱尽快还我，要不然我把你用我钱的事告诉我家里人，你别想去我家企业上班。话刚说出，我就收到了30万的转账。汤美丽语气讨好，这是我目前身上所有的钱了，我这些天会去打工，凑到钱尽快还你。若是以前听到打工，我一定会无比心疼，但现在我毫无反应，还温馨提醒道：记得一天多打几份，要是你还得晚了，万一惹得我心情不好，我怕我忍不住跟家里人吐槽说漏了嘴。一个死渣女还敢送上门来，真当我脾气好啊？吃进去的全给我吐出来。为了后续的生活费，我特意找了平时勤工俭学的班长，他和王金凤一个寝室，我去的时候他也在。听到我要自己赚钱找兼职，王金凤不乐意了。王潇洒兼职很辛苦的，不是你能坚持下去的，我劝你不要去了。我跟我爸妈说一下，跟你多打点生活费。我没搭理他，通过班长介绍过来烧烤店老板的微信，他见我这样有些急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去兼职赚钱，我给你钱，你难道听不懂人话？行啊，我要30万，你给吗？他顿时语塞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看吧，你又不能养我一辈子，难不成我要死皮赖脸一直靠你？我是那种臭不要脸的白眼狼吗？王金凤本就心虚，生怕被我瞧出她的秘密，嘟嘟囔囔说了句狗咬吕洞宾，转身去了自己床上。见气氛有些僵，其他人都在打圆场。我觉得王潇洒同学自己兼职自己赚钱挺好的，说明他有上进心。是啊，他虽然是资助生，但也不能总靠别人给钱，那岂不是社会的蛀虫吗？不知道哪句话激怒了王金凤，她突然暴怒：都给我闭嘴！他妈的，吵死了！
其余同学愣了一会，从未见过他这么可怕的模样。许是意识到自己情绪过激，王金凤忙着补刀。我就是脑袋太疼了，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同学们信了，可我不信。王金凤明显就是被踩到痛处了。我的兼职估计跟他的系统有关，但目前我还没发现两者有什么联系。这天打了1周零工，收了1000块费用后，我正要去搓一顿，意外在转角碰到了他们在角落争吵。美丽，我这个系统只有在王潇洒接受家里的转账才能翻10倍，要是他自己赚的钱打进来，我会倒欠100倍的。今天我就要还10万了，如果不还，系统会惩罚我的。你一定要帮我10万。我哪来的10万？你没看到我还在兼职吗？王潇洒逼我把以前给我花的钱还给他，要不然就告诉给他家里人。他要是说了我毕业就不能去他家里工作了，金凤哥哥，这钱你只能自己想办法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我又办不了信用卡，但你有啊，套点钱给我呀。不行，那些钱我自有用处。你之前不是有几千万到账吗？为什么不用那笔钱？这笔钱不能直接用，我只有污蔑王潇洒，让王家家破人亡，夺取他首富之子的气运才能用。谁想他明知道我占用了他的身份，还认下了贫困生啊！我连打脸的证据都准备好了。那还不简单？你这么做不就行了？汤美丽笑了声，低头凑到王金凤耳边小声交代。我听不到他们具体的安排，能确定的不是啥好事。为以防万一，我特意买了几个微型摄像头，打算随身携带。这时我突然收到了王金凤的消息，她明天请所有同学去 KTV 唱歌，怕我不去，她还特意艾特我，让我务必到场。我改了主意，在群里回了个好的。我也想看看他们的阴谋到底是什么。第二天到场时，他正在炫耀手上的百达翡丽手表，这可是爸妈送的礼物，机芯差不多有600多部件呢，售价1200万。我扫了眼他手上戴着的，一眼就能认出是假货，但其他同学不懂啊。我们就说为什么这么好看，原来这么贵呢？是啊，这么贵的手表，那你可得戴好，千万别丢了。王金凤敷衍了几句，热情地喊我坐到他身边，期间他还帮我把包放到了角落处。我警惕着他的行为，但他除了出去上了1次厕所，就再也没出去过，一直到大家玩得尽兴了，准备回家，他也是始终没有动作。我以为自己想多了，可就在此时，王金凤突然举着空荡荡的右手喊道：“我的手表，我爸妈送我的1000万手表不见了！”一听这么贵的东西不见了，同学们都好心的帮忙去找，是不是有人捡到了不想还给我？我请求捡到的人一定要还给我，那是我爸妈送我的礼物，我愿意再给你1件补偿其他的。潇洒，你坐的离我最近，真的没看到我那条百达翡丽？我心里冷笑，果然来了。我稳坐在沙发上没动。潇洒，你的包刚才好像动了一下，能不能打开让大家看看，免得大家误会？当然，我相信肯定不是你拿的，就是走个过场，让大家安心。他这话说得漂亮，却把我架在了火上烤。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和我的包上。如果我不肯，那就是心里有鬼；如果我打开，他肯定早已把表放了进去。我看着他眼中压抑不住的得意，缓缓站起身。我的包一直在这里没动过，动没动，看了监控就知道。不过在看监控之前，我走到我的包前，并没有立刻打开，而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快速操作了几下，然后我才在王金凤期待的目光中，慢条斯理地拿起包。为了公平起见，金凤，不如你也让大家看看你的身上和你的包，毕竟你说表丢了，万一是不小心滑进自己衣服里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怀疑我自己藏起来？笑话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急嘛，只是走个过场，让大家安心。你不是也这么要求我的吗？我学着他刚才的语气，嘴角带着一丝嘲弄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。王金凤被我将了一军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他显然没料到我会反过来要求搜他的身。王潇洒，你别转移话题，现在是我的表丢了，而且很可能就是在包厢里丢的，你的嫌疑最大。金凤，潇洒说的也有道理，大家都检查一下，清清白白的不好吗？有其他同学开始小声附和。王金凤骑虎难下。就在这时 ，KTV 经理带着保安赶到。各位客人，请问发生了什么事？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的手表在你们包厢丢了，价值1200万，我怀疑是被他拿走了。经理一听惊愕，额头瞬间冒汗，他看向我，眼神带着询问。经理，报警吧。另外，在警察来之前，麻烦先把这里的监控调出来。对了，尤其是王金凤先生刚才去洗手间那段时间的走廊监控，重点看一下。我特意强调了走廊监控。王金凤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，她眼神开始飘忽，明显慌了。调什么走廊监控？肯定是包厢里的人拿的，看走廊有什么用？哦，你怎么知道看走廊没用？难道你出去不只是上洗手间，还去了别的地方？或者说那块表根本就没带出去？我的话像刀子一样戳中他的要害。同学们都不是傻子，看到王金凤这副反应，心里都明白了7、8分。既然王同学不愿意等警察和监控，那我自己来证明清白吧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包里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，除了我的钱包、钥匙和刚买的摄像头盒子，空空如也。看来表不在我这里。王金凤，现在该你了。或者我们需要去看看走廊监控，你把手表放回自己口袋的那一段。王金凤彻底僵住了，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，她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副模样等于不打自招。金凤，难道是你自己？为什么要诬陷潇洒？同学们议论纷纷，看向王金凤的眼神从羡慕崇拜变成了鄙夷和疑惑。王金凤脸色由白转红，羞愤难当。够了，都是你，王潇洒，都是你害的。如果你按我说的做，如果你有点虚荣心，如果你肯承认你的身份，我怎么会需要做这种事？他这话说的没头没脑，同学们听得云里雾里，但我听懂了。他的系统需要打脸我来获取能量或金钱，而我拒绝配合，断了他的财路，甚至可能让他受到了系统反噬，所以他狗急跳墙，想出这种拙劣的陷害手段，试图逼我反抗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自己自编自导一场戏，失败了就往别人身上泼脏水。王金凤，
你首富之子的气度就这点。我不再看他，对经理和同学们说，看来是一场误会，打扰大家兴致了。经理抱歉，同学们，我先回去了。我收起东西，在一片复杂的目光中离开了包厢。我知道，经过这么一闹，王金凤首富之子的光环已经出现了裂痕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确认了他系统的弱点，他似乎无法直接从我通过劳动获得的收入中获利，反而可能因此受损。我的打工计划戳到他的痛处。KTV 事件后，王金凤在学校里低调了很多，但看我的眼神却愈发怨毒。汤美丽也安分了些，没再敢来骚扰我要钱。我继续我的打工生活，餐厅服务员、外卖员、家教，我什么都干。同学们从最初的惊讶、议论，到后来的习以为常，甚至有些真正勤工俭学的同学开始主动和我交流经验。我用自己挣的钱吃饭、买书，虽然辛苦，但心里无比踏实。我也发现一个规律，每次我拿到工资，王金凤的脸色就会变得特别难看，有时甚至会莫名其妙的请假缺课。而汤美丽似乎也在偷偷做一些兼职，看王金凤的眼神带上了些许不满和焦虑。我猜测王金凤的系统，因为我持续自食其力而不断被扣钱或者施加惩罚，她可能因此不断向汤美丽施压要钱填补窟窿，这对苦命鸳鸯的关系出现了裂痕。一天晚上，我送完最后一单外卖回学校，正好撞见王金凤和汤美丽在宿舍楼后的小树林里激烈争吵。我真的没有了，我的信用卡都快刷爆了。王金凤，你那系统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了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吗？现在怎么变成无底洞了？闭嘴！还不是都怪王潇洒，他只要肯接受他家里的钱，哪怕一次，我就能翻盘。这个疯子，穷鬼，他居然真的能忍受这种生活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俩都要被逼死了。我躲在暗处心里冷笑，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。他们的系统和外挂似乎建立在掠夺和不劳而获之上，一旦源头枯竭，反而会反噬其身。我悄悄用手机录下了几句关键对话，这可是未来的证据。王金凤和汤美丽似乎被逼到了绝境，他们开始兵行险着。几天后，学校公告栏和论坛突然出现了大量关于我的帖子，说我这个贫困生其实品行不端，在校外行为不检，甚至偷窃同学财物，还附上了一些模糊不清的照片和所谓的证人证词。同时，我父母的公司也接到匿名举报信，说我利用家族关系在校内欺压同学，严重影响学校和王氏企业声誉。但我早有准备，我直接找到了校长，提交了我这段时间所有的打工记录、收入证明，以及那天录下的部分争吵录音，并说明了 KTV 事件的真相和在场同学都可以作证。校长，我靠自己的劳动赚取生活费，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，相反，我认为这些匿名诽谤和恶意举报严重影响了我的名誉和学业。我要求学校彻查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同时，我也会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学校方面非常重视，经过调查，那些所谓的证据漏洞百出，而我的证据链清晰可靠。加上之前 KTV 事件，让很多同学对王金凤的人品产生了怀疑，舆论开始转向。学校很快发布了公告，澄清了对我的不实指控，并严厉谴责了匿名诽谤者。虽然没直接点名王金凤和汤美丽，但几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王金凤和汤美丽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名声在学校彻底臭了。王金凤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，眼神里的疯狂几乎掩饰不住。舆论的反噬和系统的持续反扑，让王金凤彻底崩溃了。她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，竟然直接跑到了我家大宅，想找我父母摊牌或者说乞讨。叔叔阿姨，你们知道吗？王潇洒他在学校都是装的，他根本不是贫困生，他故意不去动用你们的钱，就是为了害我。他知道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，他就是要逼死我。你是谁？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得到消息后也急忙赶回了家，看到我回来，母亲担忧地询问：潇洒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爸妈，这就是那个冒充你们儿子，说自己是首富之子的同学。之前学校那些谣言也是他搞的鬼，他好像精神有点不太正常了，一直在说什么系统、打脸、逼死他之类莫名其妙的话。王潇洒，你终于来了，你把我的系统还给我，把它恢复正常，否则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爸妈。他这话简直是此地无银300两。我父母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面露警惕和厌恶。我母亲直接叫来了保安。哪里来的疯子，满口胡言乱语！保安，请这位先生离开，以后不准他再靠近王家一步。你们会后悔的，你们王家都会后悔的，我的系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汤美丽，对，还有汤美丽，我们完了，全都完了。他被拖走了，声音渐行渐远。我父母担忧地围住我，问我具体情况。我简单解释了一下，只说他可能因为虚荣心受挫产生了妄想症，隐瞒了系统和重生的部分。父母心疼的让我受委屈了，并更加坚定地支持我任何决定。我知道王金凤彻底完了，她的系统估计也离崩溃不远了，只是没想到报应来得那么快，而且是以一种我未曾预料的方式。王金凤被我父母下令赶走后就彻底消失了，连同一起消失的还有汤美丽。学校里关于他们的议论渐渐平息，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。这天周末，我正在家里陪着爸妈，就在这时，电视上突然插播了一条本地的紧急新闻。本台快讯：警方今日破获一起重大案件，潜逃多年的王氏集团前竞争对手李某落网，该犯涉嫌是那个商业间谍。他怎么会？李某近期勾结2名社会青年，企图勒索王氏家族。今日凌晨，3人因酬金问题发生内讧，2名青年不幸遇害。李某驾车逃逸时发生车祸身亡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一个猜测浮上心头：2名青年，难道？经核实，遇害者为王金凤，男21岁；汤美丽，女20岁。客厅顿时陷入一片寂静。他们竟然恶有恶报啊！都过去了，爸妈，
我们平安就好。走在阳光洒满的街道上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这一世我终于守护了家人，王金凤、汤美丽，你们的系统和算计都结束了，而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